底下还有一个，那下面都是绿色的石。哇，真的呀！你看侧边，天哪！哎呀，全是绿的，妈呀！哎呀妈！这个玩意半指背，这半指背就青海乌兰县惊现超级大墓，墓中一顶鎏金皇冠震惊世界。大墓不仅出土珍貴文物，還發現一具身材魁梧、手握兵器、武士形象的共命人。這具武士共命人的出土，徹底揭開了我國流傳千年共命人的傳說。而豪華古墓的挖掘，也預示着徹底改寫青海地區喪葬歷史。當專家打開木板，一頂鎏金皇冠的出土，也預示着墓主人身份尊貴。當然，這也是我國考古專家首次在吐魯番地區發現等級最高、保存最好的一座古墓。古墓內壁呈現的壁畫，也完全符合當時盛唐時期風格。壁畫雕刻着各類豬馬牛羊。為了保存好這些精美絕倫的壁畫，考古專家也做好了將壁畫整體打包回家。而讓專家驚嘆的，不單單是精美的壁畫，還有曾經一直未曾證實的共命人。這才是此時考古研究發現的新突破。那麼什麼叫共命人？這就要說到我國盛唐時期那些達官貴人所追求的地下生活和彰顯帝王身份。那麼今天我們就一起來說說吐魯番地區最高等級豪華超級大墓。在青海烏蘭縣一村民準備去山上挖土搭建豬圈，無意間挖出了一座漢代古墓。當專家趕到後，持續挖了3米多深，才找到一具完整的男子骸骨。而這具骸骨徹底揭開我國流傳千年共命人的傳說。而共命人是青海地區象徵權力和地位喪葬等級最高規格。那麼墓主人一定是當時的權貴。就在一堆雜石當中，考古人員發現一具體格魁梧、四肢健碩、孔武有力的青壯年男子。據專家檢測，男子的死因並不是正常死亡，而是被人用利器劃破動脈，將血液流盡身亡。那麼在如此豪華的墓葬當中，不可能出現無緣無故被人切斷大動脈身亡的武士，所以就可斷定他跟墓主人的身份肯定是非同尋常。而在他的身邊還出土了一把兵器，看來這位身體魁梧年輕的武士肯定是在地下守護墓主人的隨從。而在遙遠的青海地區，作為皇室成員，在死後為了自身安全，常常會將生前最信任的共命人一起帶到地下，繼續為自己服務。而共命人常常是從小就被安排在主人身邊，不僅要保護主人的安全，也要伴隨主人一生。主人生則生，主人死則陪葬。當然，這也是我國封建時期的一種殉葬形式。雖說可以肯定這是一座超級大墓，但十分意外，還沒等專家反應過來，就意外在古墓的木板下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盜洞。底下還有一個，那下面都是綠色的石。哇，真的呀！你看側邊，天哪！哎呀，全是綠的，媽呀！哎呀媽！這個玩意半指背。青海烏蘭縣村民意外發現一座年代久遠的共命人墓葬，專家問詢趕到後，立馬對古墓展開搶救性挖掘。當專家挖到3米處時，發現一具年輕男性骨骼。經過鑑定，該男子骨骼異常發達，四肢強筋有力，應該是行武之人。而在骨骼身邊發現的兵器，也印證了男性一定是作為共命人的方式下葬。而共命人的意義則代表自己的命運，完全不由自己控制，而隨着主人的離世就離世。當然，能夠擁有共命人的墓主也並非等閒之人，那麼墓主人肯定是非富即貴，所以專家也對古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但還沒等專家反應過來，一個巨大的盜洞處在所有面前。原本還想做能夠出土大量珍奇異寶的專家，頓時就像洩了氣的皮球。雖說古墓出現了盜洞，墓內沒有挖掘價值，但當專家進入墓室後，發現牆皮上的壁畫精美絕倫，令專家怎麼也不敢相信，在廣袤的河西走廊地下會出土一座浩瀚的畫廊。它不僅是中原文化在少數民族中發現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壁畫，就是為了保存這些壁畫，特意準備一種新型的取樣法，就是在岩壁上噴上一種溶劑，然後就等待岩壁自動脫落，再拿回到實驗室整理保存。這樣一來，不僅不會破壞壁畫原有的圖案，
還能保持原樣，就是專家的一個決定，才有了後面的發現。當專家拆開牆壁上的石板時，一個像現代人制作的保險櫃出現在眾人眼前。底下還有一個，那下面都是你做的實驗。哇，真的呀！你看它側邊，天哪！哎呀，全是绿的。媽呀！哎呀媽！這個玩意兒，半紙杯，這半紙杯就。青海烏蘭縣驚現超級大墓，墓中一頂鎏金皇冠震驚世界。大墓不僅出土珍貴文物，還發現一具身材魁梧、手握兵器武士形象的供命人。這具武士供命人的出土，徹底揭開了我國流傳千年供命人傳說。而豪華古墓的挖掘，也預示着徹底改寫青海地區喪葬歷史。當專家打開木板，一頂鎏金皇冠的出土，也預示着墓主人身份尊貴。當然，這也是我國考古專家首次在吐魯番地區發現等級最高、保存最好的一座古墓。古墓內壁呈現的壁畫，也完全符合當時盛唐時期風格。就在專家將夾縫中木板門打開的一瞬間，一陣耀眼的強光折射出來。高呼的專家怎麼也想不到，古墓人為何有如此眼界，還知道防止陪葬品被盜，開挖了一個小暗格，把心愛的陪葬品全部放在裡面。看到沒？專家的一聲驚嘆，就知道他從來沒見過如此珍貴的陪葬品。在夾縫中的亂石堆裡，發現了一頂有鳳鳥的皇冠，皇冠是由純金打造，上面鑲嵌着数百顆碧綠色的翡翠瑪瑙。不過翡翠瑪瑙經過千年的風化，也有些散落在地上。專家發現暗格後，也是立馬加快了清理進程。很快，一件完好的鎏金皇冠展現在世人眼前。隨後又在石縫中發現了一尊純金酒杯，看來墓主人对這兩件器物也是相當喜歡。從酒杯的風格來看，明顯是具有當時唐代和吐蕃地區風格，是一種具備3種風格特俗制作的酒杯。值得注意的是，鎏金皇冠的外形，它通体高度達到30厘米，一共4面，每個面都按雕刻着龍鳳圖案，還有獅子等紋飾。可以說，龍鳳獅子每一個活動細節都被能工巧匠刻畫的活靈活現，就連鳳鳥身上的羽毛都清楚可見。隨着清理工作到尾聲，依然沒有發現墓主的墓誌銘，這也就無法認定墓主的身份。所以，只有在出土的文物中，繼續探究墓主人的蛛絲馬跡。